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月老即将要快递谁到你们的身边？这个人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那第一组牌的朋友啊，首先呢，你们的牌面出现了很多的风元素，还有很多的这个火元素哦。那风元素它其实兼具了创造跟毁灭，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的人生中可能经历过的事情会比普通人多，他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他有这种大好跟大坏。当他在遭遇困境的时候，他其实能够冷静下来，运用他很清新的这个思维，好像突破困境，带领他离开绝望的那个深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生命中其实有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低潮，可是他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他能够不断的在绝望中重生，不断的在打击中站起来。然后这边的这个火的元素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破而后立的人。这个人给我的能量是他是非常有企图心的，他的行动力很强，在他的身边他总是能够看见新的机会，他也蛮适合从事那种运筹帷幄的工作，来计划，然后来去开拓一个新的局面。那基本上我会觉得这个人在事业上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他也不害怕跟人家竞争。有的时候啊，他在这个职场在工作在学业上其实是蛮容易被人家发现的，然后也蛮容易获得掌声。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也容易有点像是迷失在掌声跟光环中。那很多人其实会很羡慕他，但也有不少小人会嫉妒他，就是有一种虎视眈眈的样子，要把这个人好像拉下来吧。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刚刚说过，他身边会有一群很喜欢他的人，同时也因为他本身的这个特质哦，其实我觉得嫉妒他的人也不少。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其他的讯息哦。我觉得你会遇到的这个人啊，他是真的蛮与众不同的，他的这种生活的一个步调跟他的气势，他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他是这一种好像这种很聪明，在智慧上在能力上都是非常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可以很实际的在生活层面去解决问题。我觉得他特别是在某一个领域特别突出哦。有的人可能是在这个运动方面哦，他特别这个体能特别好，或者是有的人他对于这个电脑网络特别擅长，那有的人则是他的创造力非常的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不一样，你看到他你不会觉得他是那种很普通的人，他绝对是这种有光环的人。而且这个人我觉得他非常喜欢的去冒险，他喜欢去尝试不一样的新事物。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叫他到国外去工作，到国外去生活，我觉得他是 OK 的，他是愿意去尝试的，他愿意去探索，他不会说我很害怕，我很保守，我很胆小。我觉得他比较不是这样子的人。然后这个人呢，他不大喜欢去听命行事哦，就是他不大喜欢去听从别人的这种摆布，或者是别人给他设下的一步一步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他在职场中，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很容易会去变成是一个领导者，或是学长学姐这样子的角色，因为他本身不大擅长就是不是很喜欢听命行事啊。然后他这个人哦，他的这个思想跟个性，还有他的打扮，我觉得是蛮有自己的风格的。有的人他的这个风格是体现他的在待人处事上，有的人我则觉得他的这个打扮，他的这个服装上，你一看起来就是令你耳目一新，然后很特别的一个人啊，真的这个能量蛮少见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一种外人看起来都觉得他蛮棒的，然后觉得他好像有一点无所不能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他的内心啊，他的内心有一些破碎的部分，有一些不被理解的部分哦。那
那你们今天呢遇到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是他的一个治疗者，你们会是他的一个治愈者。这个治愈者并不是说你们就是好像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或者是给他很多这种圣母玛利亚的爱啊，这种我觉得那个有点太累了。我觉得这边的治愈者是说你本身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力量，你本身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光。也许你不用特别去做一些安慰他的事情，可是你就是跟他谈天，以及你跟他的这个日常相处，会让他感觉到一个很稳定的力量，就是你跟他的这个互动间，其实可以让他感受到一个爱，就是很纯粹的一个爱。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可能在他的人生中，他其实会去寻找他自己的一个梦想。他会想要去闯一闯，他会想要去看一看，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说啊，这个世界很大，他其实会想要去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他也闯进很多美好的人事物，美好的权利，或者是各种生活的物质的体验，我觉得他都会想要去试试看。这个人的给我的能量就是他有那种所向披靡，很强大的一个能量，然后同时啊，也有一个很冲突，就是这边也有月亮牌跟这个乌鸦，就是也有一种好像在迷茫中找不到方向的感觉。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人生中会经历的。然后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比较像是在他人生中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觉得会是可能他年纪稍长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说如果他是年纪比较小的话，就是他的心境已经蛮成熟的，然后他好像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对于那些他本来很执着的事情，慢慢的就是已经看淡一切了。然后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淡淡的姿态去讲述他的那个曾经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一直在寻找一个人哦，有点像是他在等他那个可以完整他人生那个缺口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他遇到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硬的人，就是表面上是云淡风轻的，然后他靠近你的时候，我觉得会是有点犹豫，走走停停的，然后甚至有一点胆怯。可是其实他的内心是有非常多的涌动，是好像疾风骤起的这种感觉哦。但是他表现在外，就是他是一个爱面子又矜持的人，所以他其实会观察你的一个态度来决定他要怎么走。如果你今天给他是一个比较高冷的感觉，他可能会试了1次2次之后，如果他觉得你们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或是你们不愿意跟他交流，我觉得他不会热脸去贴冷屁股，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但如果你们今天呢也愿意去好像打开一个通道让他走进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他非常愿意去为你好像去宠你，去愿意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哦。这个人在爱人面前啊，像一个孩子一样哦，他会放下他的那些武装，他会放下那些好像志得意满的样子，就是很尽情的享受跟爱人在一起的时光。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会对另外一半很好，会宠爱另外一半的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会很在乎，会把另外一半，他会把另外一半就是不只是当成一个交往的对象，他会想要去走入一个传统的家庭关系，他会往结婚的这个方向去奔赴。而且我觉得他会蛮重视跟你相处的那个时间呢。我觉得可能是他过去真的错失了太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
在人生比较早期的阶段哦，他真的是蛮忙碌于他的事业的，然后他会去营造他身上的一个光芒，他会去营造一个好像高大上的气场，他其实很努力的在培养自己，包含他的学识，包含他的涵养，所以基本上你接近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本身各方面条件具足，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然后他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会觉得说其实他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但是在心灵这一块总是会觉得很疲惫很累，因为他走的这一条路啊，有点像是要戴上那个皇冠，我们这边有 King of Summer， 就是他戴这个皇冠的时候，欲戴这个奇冠必承其重，所以他也要去承载相对应的压力哦。当他闪耀的时候，当他要维持这个光芒，维持这个热度，其实他会需要不断的努力的去奔跑。有的时候呢，他这一路以来是很孤独的，回过头来他会发现好像有很多人对他有兴趣，但是没有人真正的永远不会离开，没有人在那里一直好像都在等着他，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心中也一直很孤单。当他拿到了这些财富啊、事业啊，或者是他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他的兴趣等等的之后啊，他其实最后还是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心情安定的人哦。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他常常用新的方式、新的模式去突破，所以他是一个很让人惊喜、很与众不同的一个人。那我觉得他在跟你们相处的时候，就是他在感情里面呢，其实也是会有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哦，就是他可能想要给你一个惊喜，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贵重，或者是太超出你所想要的东西的，就是太怎么说呢？你会觉得说，我们可能认识没有那么久，他就会想要给你一个很棒的东西来表达他的心意哦，好，或者是一个很棒的服务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就是跟别人不同的一个地方，他在感情上是一个很凭感觉的人。那你们这一组啊，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也是一个蛮感性的人，特别是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你们是一个非常敢爱敢恨的人哦。就是你在爱的时候会很用尽全力去爱，你会用你的真心来押宝这个人，你希望跟他海誓山盟可以走到最后。那如果有挫折，你们也尽量的克服，然后你会尽量的去爱，除非有一天呢，你发现你的爱耗尽了，你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你也会选择去放下。就是你爱的时候会轰轰烈烈的去爱对方，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形态，什么样子的状况，他是破碎的，他是完好的，或者是他的事业的状况是比较低潮还是比较蓬勃的，我觉得你们都不在意，就是你们爱的是这个人的本质哦。但是如果今天他伤害了你们，伤害到已经无以复加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也是会很果断的离开，你们也会把这个自尊心守护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令人很欣赏跟很钦佩的一个特质哦。那你跟他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固执的人，在感情上很固执。这个固执就是其实你跟他一旦认定了彼此，认定了对方之后，那个好像吸引力，那个粘着度是很难再被分开的。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动，以及不管其他人说了什么，即使有人有这种家人的反对，或者是有一些第三者或是其他的声音出现，我觉得都不会动摇你们的根基，都不会动摇你们的爱情。你们两个在爱情中其实都是一个蛮傻的人，就是一旦认定了之后，你们其实不大会在意所谓的很多的那个世俗的那个条件的考量，或者是别人的声音哦。但是呢，你跟他都是属于对于伴侣有一些要求的人，就是要得到他的认定，或是要得到你的认定哦，其实有一点难，就是
那个水准那个层次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你跟他本身都是条件不错的人。那你来到了他的生命中啊，我觉得你能够去打开他内心的伤口，你能够去看见他内心的伤口，你能够去治愈他内心的那个创伤啦。因为我觉得他从小到大到这个这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他其实一路以来是有跌跌撞撞的那个过程，是有坑坑巴巴留下来的。这个人并不是说他的家庭没有给他爱，我觉得他家庭是有给他爱的，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家就是他的家庭在教育他，或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个学校的老师会是比较严厉的。我觉得这个严厉会使得他很多时候必须要克制他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来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学生、好儿子、好女儿或者是好员工的那个状态哦。就是他必须要戴着一个面具去生活。那刚刚说过嘛，他的本性其实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他是不喜欢听命行事的人，可是又因为他很在意他的家人，他很在意那些对他影响力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长辈或是前辈吧，所以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就是他会稍微想要去放下一些东西作为妥协。他是一个很想要去探险，他很想要去在这个很广阔的世界去走去看，然后看自己可以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哦。那如果今天呢，他没有这个家庭的牵绊、感情的牵绊，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的人可能会变成一个浪子或者是浪女嘛，就是浪迹天涯，就是很随性的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我要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要不要有小孩都无所谓，反正我就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哦。可是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有一些东西，心里有一些东西被转变了，被震动了。因为我觉得他在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内心的一些伤口有被填补的感觉，那他会想要好起来，就是他会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走出他的那个困局，就是他心中的一个困惑。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内心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治好的话，那个好像伤痕，那个隐患会持续的影响到你跟他的交流。有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在复制他之前原生家庭的模式，或是他上一段感情的模式哦。所以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本身的那些课题，他可能本来没有意识到要去处理。我觉得他现在为了要接近你，为了要靠近你，他就会很想要去把一些课题去完成。那他跟你跟他都是一见钟情，你们的就是他这个外表是彼此的一个菜，然后他的占有欲也蛮强的。那刚刚说过，他是一个各方面我觉得条件都算不错，学经历工作等等，所以他其实拿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很自信的，他可以是抬头挺胸的。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些骄傲在感情面前其实好像都不是这么重要。我觉得他一开始在跟你接触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用他的这些好像外在的这些东西要你去稍微比较去他会希望你去用一个崇拜或是去赞赏的眼光看待他。可是你们两个相处久了之后，我觉得那些东西他其实都会放下，就是在你面前他不会有那么多的我有多么了不起，或是丰功伟业等等的。那你跟他的这种感情的吸引力真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人，因为你可能是他这一生中真正深入到他内心中，真正看过他伤口，看过他流血的那个人那我觉得你跟他的感情你跟他的相处，这一组的朋友特别要告诉你，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会让我觉得比较小小的虐恋的部分，有点戏剧化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人你们可能曾经在这一次的相遇之前，你们已经相遇过了，就是你们曾经有了一些关系上的纠结纠扯，然后或者是你们曾经想要在一起，却因为某一些原因错过了，或是你们就是曾经在一起，因为一些不成熟的决定而分开了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他其实会更加渴望
一个就是传统的这种家庭关系，这种他对家庭其实都有一个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深的渴望，他会想要有他的那个家。那有些人刚刚说过，他在遇到你之前呢，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漂泊的状态，可是我觉得遇到你之后，就是你们让他心中那个想望被点起来了，就是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没有找到一个对的人，我就继续寻寻觅觅，或者是我有点游戏人间也没有关系。可是我一旦找到那个我觉得是我对的人，我就是要跟他走向家庭，走向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这种丰盛丰足的那种一个好像繁衍后代的感觉，我要让我的家园变得很兴盛，他会给我有这样子的感觉。那他在感情中啊，我觉得他会为了所爱的人去改变他自己，从一个好像有的人是比较颠沛流离或是四处闯荡的那个状态去安定下来，然后去在这种比较有的人我觉得他是经历过很多段感情啦，甚至感情关系，有的人遇到这个他其实是因为男人缘女人缘很好，所以就是感情有的时候有点复杂，因为他可能一直在挑选，一直在寻找一个真正能够懂他的人。那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他会把之前那些有的没的啊都把它切断，他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好像全新的那种开始。那如果呢，你们没有救人，你们没有那些牵扯的这种感情关系的话，你们遇到这个人会是一个目前现在对你来讲还是一个陌生人，就是你还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你们之后展开的这个故事啊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的。我觉得它是你来到人生中的一个必经的旅程，同样你也是你跟他都是那种好像人生中必经的路口，你们必须一定要去经过彼此。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会是他的正缘，他也是你的正缘，你们的感情可以迈向一个真正的成功。那这个正缘是你可以去选择的，因为一个人在一生中他是有机会遇到不同的这个正缘，就是有人的正缘是不止一个。那我觉得今天他出现在你面前，他其实是一个机会，那看你们要不要愿不愿意去抓住这样子的能量那你跟他刚刚说过有些朋友有一点这种救人的这个能量Page of Spring 好，有一点救人的救人，就是这个之前就认识的人，然后重新开花的这种感觉。这边有这个 Page of Spring 这张牌那你们过去的那些故事啊，可能我不知道是谁先退出了那段关系，或是谁先冷淡了，先拒绝了，或是说你们纯粹是因为目标的方向不一样，不得已分开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不对的时间点就是可能你那时候还就是不是那么成熟，或者是对方还没有想清楚等等的。不过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当你们在分开又重聚的这段时间，其实两个人都成长了很多。特别是我觉得在相遇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机是好的，因为你们就是蛮有机会走入那个契约婚姻关系那你们的再次遇见，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像措手即防的就是突如其来的状态，措手不及的状态。好，如果是那种就是他是一个新人的话，你没有这种旧人的话，我也会觉得你跟他好像闪电认识，然后这种感觉那你们俩可能都没有准备好说我就是要谈一段感情，然后就这样子忽然的就爱了下去那因为你们两个的这个爱连接很深所以不管是之前可能有年龄的问题啊，或是家庭的问题一些现实的状况经济等等，我觉得你们会稍微去忽略
某一段时间，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对这段爱情比较疯狂，比较投入哦。那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能量诶。我觉得有一点好像当对方再次回到你的生命中，就是很想要紧紧抓牢，他也很想要紧紧抓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因缘机会，一个巧合，让你们又遇上了。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遇见有可能有一种可能是透过朋友的朋友中间，或者是中间有认识的人帮你们做牵线牵引。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透过这种网络上的交流，你们会在网络上这个好像的那个交流会变得很暧昧。对，你们会从网络上开始传一些讯息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他还蛮想要去冲向你，有点像是再一次回到你的生命中的感觉。那你跟这个人呢相遇之后啊，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的，不管这个是新人跟旧人哦，我都觉得你们会在前面的3到6个月吧，你们还是会有一点需要去磨合的部分哦，就是有的人可能还是会经历分分合合啊，有的人可能还是会经历这种有的时候比较冷淡，然后断联，然后最后又复联的状态，然后一直到彼此的能量都稳定下来。那我觉得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人是这种，你遇到他的时候，或者是他遇到你的时候，其实你们身边已经有伴了，有可能是他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或是已经结婚的状态，或者是呢你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你已经结婚的状态，然后很因缘际会很巧合的这个安排又让你看见了他，然后很多东西其实会在你们内心去翻腾去涌动，然后他的那个我刚刚说过他有点与众不同，他有一点点叛逆的这种心态，他会想要去独排众议去得到你，有一部分的朋友看到的状态是这样哦。那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焦虑感存在哦，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不是完完全全的去敞开自己，因为他还是有一些自尊心的那个问题，好，面子的问题。不过呢，我觉得你跟他2个人结合之后，其实就可以去显化出很多美好的东西，你们可以彼此去教会彼此很多的东西哦。那有点像是2个人一起在感情的这条路上摸索，等到就是2个人可能都会跌倒，然后他这边呢，他跌倒了之后学到了什么，他可以分享给你，或者是你在那边不小心冲得太快撞上墙了之后，然后你就会明白那条路是不通的，你会回过头来告诉他，有点像是我们2个人就是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或者是一起分享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转变，可能是你以前意想不到的，特别是这个是旧人的状态。那如果这个是新人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新人的来临他会给你的人生中带来很不一样的改变，他会让你去做你之前不敢尝试的事情，或者是说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学习的事情The Lover 这张恋人牌代表说你们俩真的是有很深的这种连接。那在这个连接中，这张牌还有一个选择的意思，你跟他身边其实都有很多对象可以选择，这个刚刚有说过，你们都是条件很好的人，就是你们都是在这种在感情关系中你们都是有选择的人，所以你们今天选择彼此认定彼此，就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的交流，很真诚的状态。那我觉得其实宇宙它也会用它的能量来滋养你们，来滋养你们的这段关系你们的相遇然后相
相遇、相知、相惜，有点像是一个命中注定，你们必然要结合，并且创造出一个更加繁盛、更加美好的那个家，或者是你们的这种子孙满堂，或者是这种后代等等的。我觉得你跟他的故事真的是很精彩，然后哇，会让人就是翻开一页之后就会想要一直读下去。这种爱情的故事、爱情的篇章啊，它其实有点像是我老了的时候，我还可以出一个回忆录，或者我还可以分享给我的子子孙孙。话说当年原来是有这么样子的一段故事，它给我的感觉是不平凡的。然后我觉得你们这段爱情也是很不平凡的，虽然是很不平凡，但是最终会往这个比较传统的那个家庭的模式去走。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们会进入到一个真的比较稳定的家庭状态，是一个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圆满的那种结局的一个感觉哦。那如果这个人呢，他是有些朋友你们是新人的这个能量哦，就是你目前还不认识他，他也还不认识你，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上已经准备好了，他要进入到你的世界中了。那前期一样就是跟旧人的状态一样，你们会有一些就是磨合啊，就是你们会试了几次之后才找到那个属于你们自己的相处方式。有一点给我感觉是好事多磨，那这个幸福它是需要靠两个人共同去创造的。那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其实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啊，你其实也会有一点害怕，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很自信，然后看起来很完整，什么都好的人。你们有时候也会想说，我真的有办法去驯服，或是我真的有办法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吗？我真的有办法好像长长久久的去让他的心留在我身边吗？他不会被其他人就是吸引走吗？会不会他喜欢我只是喜欢一时的，他是没有办法长久的？我觉得你其实也会担心，那他其实也会害怕，他在感情中因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笨拙的去搞砸了一些事情哦，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感情中都会有那些担忧，可是这个担忧的背后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跟对方更加的靠近，以及害怕对方不爱自己。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缺口，你们的想法又真的还蛮像的。那你们两个啊，其实就是填补了彼此心中的那一个碎片吧，那一个拼图，你们完整了彼此。你们在这个好像无垠的世界中，你们可以去互相的依赖，互相的靠近。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去期待的关系哦。那当然这边会有一些信任的议题在，还是有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需要去克服哦，因为两个人好像一开始在相遇的时候，或是再次相遇的时候，都有一些稍微想要去隐瞒的东西，但是这部分的问题我觉得不大。好，那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大概就到这边了。这是一个值得期待、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也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爱情。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牌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跟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牌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那月老即将要快递谁到你们的身边呢？那我觉得第二组的牌，你们给我的能量是，你们这一组这个人哦，他有蛮多土的能量，他有蛮多金币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在事业上，在物质世界上，他是有一定的成就跟高度的人哦。他可能是一个 leader， 或者是他是一个主管，高阶主管，或者是呢，我觉得他是属于这种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的类型，那做得还不错。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牌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他好像他的个性是那一种还不错，个性蛮好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人生过得还蛮顺利的，算是人生胜利组嘛，就是他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太多的很大的那一种挫折跟磨难，当然一些小的打击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他都可以很快的平复下来，或者是说有一些遭遇对外人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磨难，可是因为他个人的观感以及处理的方式会让他能够很快去度过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觉得在现实条件中的这个人哦，他是一个蛮优秀的人哦，他是一个很多人会想要去靠近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组牌啊，你们的这个能量它其实非常的接近你们哦，就是我觉得有的朋友他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了，他好像是那一种你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的人，只是你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默默的被暗恋。这个人给我感觉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观察你很久了，他可能是一个你们的小粉丝，他有默默的在看你的社群媒体，或者是你的网志、你的照片等等的，他可能是你朋友的朋友，就是无意间知道你这个人，然后就一直对你很有兴趣，可能你们没有见过几次面，甚至没有说过什么话，但是他就是听别人对你的描述，看你的照片就对你非常的有好感。那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人跟你的这个距离其实就只差临门一脚，就只差那个最后一里路，他很像是已经跟你存在同一个那种空间中，可能是一个网络的空间，或者是实质的这个3D事件的这个空间哦，可能他是你好像你们的公司很多人，他是你其中的一个同事，或者是说你在使用的一个社群媒体，一个软体或者是一个游戏上的，你们都有同样的好像使用那个软体的习惯，那其实你跟他是有机会去遇到的。那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你的人际网络中的一环，你可能不认识他，可是你的朋友的朋友，或者是说你的亲戚当中有人是认识他的，你们已经有一个线被牵连了，只是还好像就是碰面还差一点点的感觉。我觉得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近的。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知道你之后啊，如果他是一个你们还没有接触在一起的状态，我觉得他知道你之后，他就是会喜欢你，然后这个喜欢是他即使没有跟你很深入的相处，就是他看到你那个形象那个样子，他就是喜欢了。那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这一方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们比较迟钝，就是人家喜欢你，你却好像察觉不到，你们没有意识到，有可能是你们身边真的是太多人喜欢你了，所以每个人都对你们很好，那他也只是其中之一嘛，所以你们没有特别的感觉。那也有可能是你们就是比较神经大条，所以这个人他明明在对你示好，可是你们去没有接收得到，就是你们想太少，有的人是想太多，可是你们就是想太少，你们就觉得他可能只是把我当好朋友，或是他们一个人都会这样子问啊，这样子的邀约，他有的时候会借故找话题询问你一些事情哦，或者是说贴一些这种连结啊、留言啊、照片啊、这种新闻啊，他其实是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可是呢他的表达方式某一方面也比较笨拙，所以好像会觉得是跟浪漫的这种甜蜜的无关的，但他其实是想要去接近你。那我觉得他在能量上啊会为你去心烦，就是会为你去做很多的纠结跟付出哦。他在能量上的层面是好像会常常的为你去这种倾注他的心力在关注你，可是在现实层面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能量比较属于是这种情绪方面的心理层面的，他可能不敢化为实质的行动，说我就是贸然送你礼物，或是我贸然约你出去，或是我做一件什么事情他比较不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多，可是他的行动力比较
比较缓一点哦，他不知道，我觉得他对你比较小心翼翼，因为他特别的珍惜你们。那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胆小，在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然后你们可能也可能因为你们就是神经比较大条，又没有意识到，对，表达方式，他的表达方式跟你们的这种敏感度都会有差。那我觉得这个人啊，我们这边还有出现了这个破碎的镜子 mirror， 还有这个果园哦 two of summer。 好，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缘还不错。那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温暖的人啊，就是我觉得他本身有蛮多爱的，他不缺爱，就是刚刚说过，我觉得他的这种成长背景啊，没有什么太多东西会让他很纠结、很沉闷、很阴暗，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算是一个蛮乐观的人。然后呢，我觉得他对爱人是蛮忠诚的，然后也会蛮希望去付出，蛮希望去给爱人很多的温暖，像一个毯子一样，可以把它包围住，去温暖它，像一个温泉一样，可以源源不绝的这种温暖的水流流动出来。那我觉得他其实蛮慷慨的，在感情的付出上，他是不吝去付出的。而且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给我的感觉是，你们过去一直以来，你们可能都在做那个给予者的角色，就是你习惯去照顾别人，你习惯去察言观色，你习惯去看别人需要什么，来提供别人需要的东西。那一方面是因为你们的天性，你们可能很喜欢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给予者。但是呢，我觉得有一方面你们也是被环境所逼哦，因为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好像少年老成的人嘛，从小啊就被逼着要去长大吧，可能你们的原生家庭哦，父母比较忙碌，没有办法陪伴在你们身边，或者说你父母就是很早的就离异了，那你是有可能隔代教养等等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啊，你们很小的时候就被迫要成熟，很多朋友你们是需要去赚钱来帮忙家计的。那有的朋友你们家里虽然不缺钱，可是你其实是好像必须要受到父母的一个控制，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会有让我觉得比较压抑的一个状况哦，可能是重男轻女，或者是说你必须要背负一些金钱上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你们虽然就是你们的这个家庭啊，虽然在外人眼中就是看起来是一个 OK 的状态哦，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会说这种需要上新闻的那种很这种很戏剧化的剧情，我觉得还好是没有的。只是说我觉得你们本身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所以你们的情感需求它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得到满足的，然后有点像是你的原生家庭中是有给你爱的，可是那个爱给的不够，就是假设我今天要吃东西，我要吃到10分才会饱，可是你今天只能在家里只拿到5、6分，就会一直觉得我肚子很饿，你们很想要有一次可以完完全全的吃饱的感觉，希望完完全全的得到一个满足的爱，可能你可以吃到10分、11分，甚至超过都可以。那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比较缺爱的小孩，所以我觉得长大之后啊，你们有一部分可能为了要保护自己，所以你们会把自己的好像比较真实的那一面，比较有胆小，或者是说比较有很多缺点的那一面，你们会隐藏出来。我觉得你们表现在外的是那种会让人喜欢的，是
光鲜亮丽的那个形象，就是会把自己打理的还不错，然后你也蛮愿意去给爱。可是我觉得你们给出的爱很像是一个形式，就是你的脑袋告诉你你需要这么做，可是你的心里其实是空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形式上的去给别人善意，可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因为是空的水桶，所以流出去的东西其实也是空的。那因为我觉得这个缺爱的议题其实蛮影响到你们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破碎的镜子它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你长大谈恋爱的经历。你可能不断的在重复一种错误的感情模式，你会爱上一些不应该爱的人，就是那个人明明就对你不理不睬，然后你却是很想要去靠近他，莫名的被他吸引，或者是说呢，一开始对方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他后来变心了，你们却是还是很执着在那段感情，还是很死心塌地，还是很放不下的感觉那我觉得今天呢我出现的这个人我们这边有看到这个 The Empty Cottage 这个空的这个小屋好，我觉得今天出现的这个人，他就是为了要去填补你内心的那个缺口，你内心的这个黑洞在森林中的这个最幽暗之处有一个空的小屋，他需要去填满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来填补你的，就是你们会对于感情有的时候有一种防备心可能是因为你之前就是曾经有过一些错爱，就是你曾经相信某一个人的承诺，相信他会跟你走一辈子，可是到最后呢身边的人还是好像空下来了，还有那些诺言没有被实现你们会觉得有一种不知道谁还可以相信，就是不相信世界上有真爱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人的出现，他是要让你去填补内心的这个缺口的，他会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其实会有无条件的爱。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那种很努力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好的人，比如说你会觉得如果我更漂亮，赚更多钱，或者是说我在这个更有性的吸引力，我知道更多这种性爱技巧，或是可以让对方更加舒服的话，我会不会就是我在感情中我可以更加的被爱，我可以好像留住这段感情，有更多人可以喜欢我。我觉得你们在好像做很多的努力的前提是为了要被爱，我要够漂亮，我要够帅气，我要有很多的优点，我要可以给别人带来一些利益好处，别人才会愿意去爱我，愿意去靠近我。我觉得你们其实就是不相信有人会爱上这个一无所有的你，有人会爱上就是什么都不会的你。我觉得你们就是好像逼着自己要不断的长大，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不管你们的年纪如何，我都觉得你们都有一个老灵魂。那我觉得你今天遇到这个人，他会给你一个无条件的爱，他会给你一个无条件的温暖跟包容。这种爱我觉得很像是一个母爱，就不管他是爸爸不管他是男生或是女生，我觉得他给出来的温暖都让我有一种母性的光辉嘛，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会实际去关注你生活层面的人比如说你的身体状况啊，我觉得他会去叮咛你，还有你的你可能要找工作啊，或者是说面试啊那些细节，或者是如果你要去旅行啊，你要搬家，他会很去在意你实际生活的好不好，以及你目前的一个身心灵状态。那我觉得他对你的爱就纯粹是因为你是你，所以他爱你，他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在你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就是对于感情是很忠诚的，很诚实的人，然后他也希望他可以被回报同等的一个忠诚。然后我觉得他是那一种蛮愿意在跟你的这段关系中，他其实是蛮愿意去投入时间，去投入精力，去投入他的金钱的，特别是金钱他不是那一种就是斤斤计较的人，甚至是我觉得他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在乎金钱，就是在感情方面他是蛮大方的，他是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大于这个
拿到的累积的这个金钱哦。然后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安排，就是这个宇宙之所以安排他来到你生命中，其实这边有一张牌 New Life 新的生命哦，然后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清晨的感觉哦，清晨的这一张牌有花哦，花正在生长，靠着这个窗，虽然这个窗有一些小小的裂缝，可是我觉得这个新生的阳光会治愈这些裂缝的。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来说啊，很像是雪中送炭的一个人，很像是你们的一个小天使吧。他就是他看见你内心最深的一个伤口，而且他愿意去触摸那个伤口。重点是他不觉得那个伤口是一个很需要去惊奇，很需要被责备的。我觉得他就是很平常的来看待你，包含你身上的阴影，包含你身上的裂缝，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就是完整的你。不管你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我觉得他会以一个很平常心的角度来看。因为特别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经历了不止一段破碎的感情，或者是有人就是我一直单身了很久，就是跟别人好像总是差一步，这种一直错开的感情。有的人你们经历了一段婚姻的关系的结束，那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不会在意你过往的一个经历的，基本上呢，他是一个很看重你个人本质的人，然后他会想要去照顾你，是因为我觉得他看到你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蛮心疼你一个人背负了那么多，好像一个人很辛苦的扛起这些责任，可能是你要赚钱养家，或者是说你要帮忙家里去经营某一个事业，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去达成人生的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你要一个人去扛起很多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心疼你那种好像明明身上的东西很重压在身上，可是你却跟别人说没有关系，我可以。他其实看到了，然后他很想要你卸下这些重担。他说他可以跟你一起分担，或者是说他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得更强壮，然后把你身上的重担全部都接过来。我觉得你遇见他之后，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爱的人哦。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爱可以让你跟你过去的那个不安全感以及缺爱的自己说再见，他可以带给你一个完完全全的新生。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之后，你们两个会变得很繁盛，很繁荣哦。也就是说啊，有的人这个人他可能是你一个事业上的伙伴，或者是说我觉得他可能会协助你们创业。如果你们是有想要经营自媒体，或是你想要创一个什么样子的品牌等等的，我觉得他会去鼓励你，他会去尊重你，他会去支持你。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我觉得刚刚说过他的事业经营的蛮好的，他很可能会给你实质上就是有关于工作，有关于就是经营自己事业的那个建议，或者是实质上金钱的这个资助哦。对，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会给就是实质上的帮助的人。好，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另外要说的是，我们这边还有果园跟鲁冰花这两张牌哦。好，刚刚有看到钥匙嘛，就是我觉得他其实他握有那个可以打开你们心里的那个好像秘密通道的钥匙吧。我觉得过去他在遇见你之前，他其实也一直在寻觅觅哪一个人可以让他去好像全心全意的去爱，去奉献，去付出吧。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人他身边不缺就是外表很好或是条件很好的人，他其实不缺。但是你们特别吸引他的地方，我觉得在于你们的内在哦，就是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对他来说啊，你们的那个思想的层次
思想的丰富度、思想的立体度跟成熟度非常的吸引了他。那我也感觉到你们是一个很个性独立的人，这个可能是跟你们的成长经历有关。你们可能很小的时候，你就是因为生活啊，你需要去独立，你需要去承受。那有的朋友可能你们是这种是在大家族生长的，然后你们会需要去看别人的脸色吧，所以你会去压抑自己的一些需求。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的经历其实会让你的灵魂是很丰富多彩，而且很多层次的，是你们是有故事可以讲的。恰恰好就是这个故事非常的吸引他，也非常的让他想要拥你入怀中。我觉得他会很想要去保护你，会想要去呵护你，他会想要去跟你经营一片这种好像很繁盛的、很繁荣的花园一样。我觉得他希望看到你在爱中是一个很轻松的、很舒服的，很像孩子一样，就是你们可以完全的放松做自己，包含就是很想要大拉拉的我躺下来看电视，或者是说我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我也不用在意我的形象，我可以很自在的做我想要做的事，说我想说的话，甚至我内心有什么阴暗的念头、不好的想法，我全部都可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需要太过小心翼翼去相处，然后也不需要太多矜持的这种人。好，因为有些人的另外一半他是比较希望那个另外一半是注重形象的，就是在彼此面前啊，可能还是要干干净净，然后要维持一点那种距离的美感吧，或者是说这样子才会他会觉得比较舒服、有礼貌等等的。那这一组啊，并不是说你们没有礼貌，而是说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多东西是可以放松的，是可以自在的去伸展开来的。你可以好像从笼子一样解放吧，好，解放的感觉，可以很自由。好，那另外啊，我这边呢还看到这个就是很新生、很光明、很重生的能量，就是我觉得你跟他相遇之后，不论是对你，不论是对他，人生都会充满新的希望，就很像是一盏灯被打开来，从本来是这个刚刚说过空的这个小屋在森林中，然后现在突然有人提着灯笼来找你了，并且把你的这个小屋打开，通风透气，清扫一番，然后把你的小屋重新点亮，所有的灯泡很温暖，很被照亮的感觉。我觉得你心里的那个心魔，你心里的这个阴影面积会急速的缩小，然后我觉得你们可能过去的很多事情是比较生气、比较气愤，会觉得不公平的，然后会觉得为什么我遭遇到这样子的对待？可是我觉得遇见这个人之后，你们很多的口气或是对人对事的一个态度，你们会我觉得好像会愿意去柔软下来，因为你会觉得我其实也是有这份幸运在的，因为我身边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哦。我觉得就是你遇到他之后，你会对人生有更多的期待，你会对周遭的人事物的那个心会更加的柔软，我觉得也会更加的慈悲。你们以前可能因为防卫心比较重所以我觉得会有给人一个距离感，或者是说你们有的时候很像是刺猬，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要是别人不小心踩到你的界限的时候，你就会把别人顶出去，用你们身上的刺你们其实是有这种迹象的。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他会愿意让你去收敛你身上的刺，他会愿意让你去变得更可爱、更柔软、更包容因为你在他面前其实是可以卸下心防的。有点像是我觉得你们过往可能对宇宙很生气，就是觉得说为什么给我安排那么多的课题，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经历过了，那什么时候才要结束呢？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呢？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温柔的港湾，他会去好像抱抱你爱护你摸摸你的头，秀秀你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的出现就是为了要好好的疼惜你，好好的去温暖你的。然后另外特别要讲的是，我觉得你跟他是那种身心灵合一的人。好，
特别讲就是身啊，在肉体上，我觉得如果好，你跟他有些朋友是这样子哦，我觉得有些朋友你跟他的相处啊，可能是肉体先于情感哦，就是你们会先去吃苹果之后，然后再来深入的了解彼此。有的朋友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哦，你就可能还不是很认识他的情况下，就是两个人互相的吸引，然后觉得在性方面很合然后再深入的去了解彼此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是这样子的，可是我觉得他是一开始就很想要去靠近你，很想要去喜欢你的，就是很想要去疼惜你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他是这种已经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人，他是观察你一段时间了，那如果他是一个新的人，正在靠近的人，我觉得他遇见你之后，他会去翻箱倒柜，就是如果你们中间有认识的朋友，如果是认识的同事，他会去问去想要去打听你的消息，或者是他就去看你的社群媒体啊，好，你有哪几个账号啊，你们有没有小号啊，然后再看以前你的照片啊，然后你就是你以前出没的地方等等，他会去收集这些资讯，然后他会去好像给你做一个深层的扫描，深层的了解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很想要去知道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他对你的爱是非常的直接，而且他是一个蛮老实的人，就是他是这种比较嘴拙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跟他说什么，就是你们想要他不知道的事情，他会尽力的去达到。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浪漫，就是会有很多花招、很多仪式感的人，我觉得不会但是我觉得他很愿意去温暖你，他很愿意去赞美你，他很愿意去看见你的那些优点，自然而然的就会看见。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会蛮理解你的，蛮了解你的，蛮接纳你的，所以你跟他在沟通上不会有任何需要去隐藏的地方，不会有任何需要去好像是不敢说的地方，或者是在沟通上是比较流畅的，你们不需要会觉得有很多很多的负担那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一场感情其实很有机会往一个长久的方向去走。他在谈感情上他是蛮保护自己的感情，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这个低调并不是说他要金屋藏娇不给大家知道，而是我觉得他是只给他重要的亲朋好友知道，就是如果有一些会八卦的人，好三姑六婆，只要不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人，他是不会想要去好像散播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消息那还有一点，刚刚一开头就说过，他是一个土元素很重的人，他会为你们带来这个秋天的丰收。也就是说呢，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很多你们在很多朋友，你们这一组的，你们可能过去到现在一直对于自己的财务金钱不是很满意，就是有的朋友可能是被钱追着跑，或者是说其实外人觉得你目前的状况是还不错，可是你心里就是很没有安全感，想要赚更多钱。就是我觉得金钱好像是你们的一个议题。那刚刚说过，他这个人是来填补你的，你缺爱就给爱，缺钱他会帮助你去赚到这个合理的一个钱对，我觉得这个钱不是那种好像投机之财，我觉得他会好像去跟你一起学习，或者是说教导你一些可能是理财投资的知识，或者是说一个可以在在世界上生存的一个好像技能记忆吧。也有可能你们是好像某一个群组可以讨论怎么样子变得更好，更加的进步，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团体。那我会觉得，如果你们想要去做一些小事业，基本上这个人他是会去支持你的，然后他会用方法去帮你好像筹措金钱吧。那如果你是想要就是
安安稳稳的，就是待在家中，你可能想要是当主妇啊，照顾小孩等等，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会支持的，就是不管你今天是要出来自己创业，我觉得他也会愿意去投资你，愿意去资助你。那如果钱不够的地方，我觉得他是会补进来帮助你的。然后我觉得他蛮希望你可以真正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的朋友看见他可能是你工作上认识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他是你们的一个客户，或者是说他是你的业务上有往来的对象，然后因为你跟他的这种接触，他非常欣赏你的待人处事，所以他一直默默的观察你很久了。那这一组的牌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然后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蛮光明蛮开朗的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笑容的，他想要看到你们笑，他不喜欢你们很难过很悲伤的哭，那如果要哭的话，他希望你们是很感动的在哭。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者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牌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月老即将要快递谁到你们的身边呢？这个人他具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要跟你们来开启这段美好的恋情哦？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牌你们这个牌面给我感觉的能量是很和谐、很舒服的。所谓的和谐呢，指的是这一组牌它其实出现了四大元素，风火水土，这四大元素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的人生的各方面的发展是一个和谐的状态，也是一个乐天知命的状态。他的这四大元素可以在他的生命中做一个很好的调和。那圣杯它是一个比较生活层面的内在的感情的经历的那个流动，它充满了想象，它充满了这种内在情绪的波动。而春天的这个火它可以让圣杯更有活力，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太沉溺在这个情感思维内在的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会缺乏动力，会好像就是只是停留在思想的内心的层面，而没有去行动。可是它这边呢有火，有权杖的这个能量，有春天的能量，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实际行动起来的人。那我们这边呢还有出现了这个冬天的风，就是宝剑的这个元素。宝剑其实可以跟他做，就是让他去做一个理智上的平衡，就是他不会太过感情行事，他会用理智来做一个权衡他能够去厘清自己目前所面临的课题，然后用清晰的这个思维框架去找出一个应该走的那个方向。那最后呢，我们这边呢有这个星币的这个能量我们这边有土的能量我们这边呢有丰收的秋天。丰收的秋天它一样是一个，就是感觉上它就是一个可以实际在这个物质层面达成一个成就跟一个高度的人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理智跟情感兼具，他并不是一个木头人，他是有很浪漫的一面，但他也不是只有这种情绪化的那个部分，他是可以好好的跟你坐下来讲道理的这种人。那有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些怎么说呢他需要一些实际的这种在工作上的执行的层面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执行力也很强，而且他的这个执行力会让他带来实际上的物质的丰盛。他是一个会善于收集金币的人就是对于他来说要去赚钱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人我很喜欢他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说过他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人。因为其实说在这个世界上蛮多人会很喜欢跟人家比较，或是常常会觉得愤恨不平。那我觉得这个人呢给我感觉是他没有这种会想要去跟别人比较的这种
就是他的脑袋就没有这种想法。好，他不会去说，看谁成功了，好，或者是说看谁发达了，然后去跟他相比，觉得自己怎么没有这个幸运跟机缘。我觉得他不会，一方面是因为他这边的太阳牌，他内在的底气很足，他不是那种会把别人的框架、别人的剧本来套在自己身上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活得很自在、很潇洒哦。他明白人各有命，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穿着这个鞋很漂亮，可是如果你自己套上去，也许你会走起来很辛苦。所以他知道什么东西是适合他的，什么东西是不适合他的，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我觉得他会很去耕耘他那个擅长的天赋，然后很积极的去经营他本身的那个专长，然后他不会去看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别人有，然后觉得自怨自艾。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会把他自己现有的能力或现有的事业、现有的专长特长，这个职业工作啊、项目等等，把它经营得更好更大，他会专注在他自己眼前有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命格基本上就是一个平衡调和的状态哦。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想要追求他的事业，但是他在追求他的事业的时候，也不会去忽略他的家庭，他也是想要照顾他的家人，可能包含他的父母，或者是说他自己另外建立的那个家庭，他的丈夫、他的孩子、他的妻子等等的，他是希望他能够去兼顾的。因为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会很努力的集中在冲刺他人生中觉得那个重要的部分，也许是他的事业，然后他就会忽略了其他他认为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他就把它排序在比较后面的一个位置哦。可能他的亲情啊，或是家人，或是朋友就被他们忽略了等等的。可是这个人他比较不会，他希望各方面都可以顾到。那因此啊，我必须说的是，因为他各方面都想要去顾到，所以他的时间跟这个精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散。我觉得这个人他在事业上会是有一番成就，因为他是会很努力的去钻研、去耕耘这个耕耘他在经营的这个事业。不过他的这个成就啊，并不是好像像火一样突然爆发出来的。我觉得他的成就绝对是一步一脚印，很踏实、很接地气、很落地的那种去累积。有的朋友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怎么说呢？涓涓细流，然后慢慢的去汇合那个能量，最终呢变成大海的感觉哦。他的这种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在事业上、工作上，并不是说很快就平步青云，很快就飞黄腾达的。可是他最终的那个结果是好的，而且是可以持续下去，是可以维持的很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基本上是希望他自己以及他身边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顺顺利利，他会努力想要去兼顾各个方面。好，就是这个人我觉得是一个蛮负责的人，而且我觉得他也蛮看事情有他一些独到的观点哦。因为他其实会觉得很多人人前很风光，但是人后的过的那个生活可能并不像表面的那种就是并不像表面那么快乐。很多人可能会为了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场面去用很多心力去维持维护，但其实背后啊可能是那种很焦躁，或者是说常常没有办法睡着，有很多烦恼等等，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内心是一个蛮平衡平静的状态。然后这边还有出现这个神性的这一张牌哦，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悟出了某一种道理哦。我觉得他的灵性层面其实是
是有修为的一个人，但是他这种修为不是特别去修的，也许你跟他讲灵性啊什么，他是听不懂的，但是我觉得他本身就有那个特质，他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就是一个很有灵性修为的人，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会闪耀的人，然后他会是一个会想要去陪伴他所爱的人，他会想要去让那个人不孤单。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他会让你知道你是被爱的，而且你是被需要的，他会让你好像度过了一个黑暗吧。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比较黑暗低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带领你走出来，可能是先从黑色走到一个灰色，然后我们再走向一个光明的这种阳光普照的一个境地哦。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走入黑暗拉人出来的人。基本上我觉得他并不害怕黑暗，而且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不管是黑暗啊阳光啊，都只是人生的一个状态而已。那我觉得这一组牌的你们啊，感觉上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是有一点好像生命在卡关的时候，这个卡关就是你好像一直会重复相同的一个课题，或者是说你就会一直经历重复的事件，你会有同样的情绪，你没有办法让它疏通，你会一直阻塞在那个地方，你觉得很不舒服，可能是你有一个没有办法忘掉的人，或者是说工作上有一个让你很气愤的事情哦。我觉得好像就是在那个红绿灯啊，你们一直卡关，一直没有办法从红灯变到绿灯，就一直在那个路口停下来，感觉上你们会在这样一个时刻遇见他，然后呢他会因为他的出现他会让你想要去度过这个关卡，度过了之后你会想要向他走过去。好，那另外啊，我觉得你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比较欢欣鼓舞的能量哦，一个很开心的这种很多人的这种场合。也许你跟这个人相遇哦，是在一个某一个连假，或者是说某一个庆祝的场合。那不管是这个实体的或是网络上的，就是一个很多人很开心的一个场合，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上是在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可能是你的生日，或是他的生日，或者是某一个重大的庆典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的欢乐的愉快的氛围下，你们会相遇。那你们两个啊，其实看似是蛮不同的能量哦，也可能是一个比较急促，或者是说一个比较急促，然后一个比较慢，或者是说一个比较理智，一个比较感性，一黑一白。你们两个看似是一个互补的能量，但其实呢，当你们两个把心打开去疏通之后，我觉得你跟他其实可以达到一种融合的进步，融合的一个境地，就很像是阴阳这个太极上的一个融合。你们两个其实是可以平衡的很好，是可以互补的很好的。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遇啊，让我有一种开拓的感觉。这个开拓，这个视野的开拓不仅看得更远，也看得更高，就是整个被打开来，并且延伸向无垠的宇宙的感觉哦，是有一种1+1不止大于2，1+1可能是变到3、4、5、6，甚至到无限大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关系啊，会让我蛮放心的，从牌面上看起来。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出现了这个国王牌跟骑士牌哦。必须说，我觉得这个人他身上就是有一个不论是国王或者是骑士，他们都是很用心在守护他们所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很努力的去守护你们的感情，他在这个情感中对另外一半是有占有欲跟保护欲的。然后我也觉得他是那种是一个属于思考层面比较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人。因为不管是国王或者是骑士哦，他们在要做行动之前，他必须要在脑海中先做一个计划，他不能够鲁莽的行事，因为他要有效的运用他手边的资源。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在人生生活上，他是属于那种
他会去注重安全跟遵守规定的人，就是说，如果在开车上，他不会去这种抢黄灯或者是闯红灯，然后他也不会喝酒开车，这种就是比较不被认可的行为，我觉得他都不会去做。我觉得他在形式上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然后这里必须要说的是，他这个看起来很守规矩，并不是说因为规定定在那里，我不去遵守我就要被罚钱，而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内在其实有一个利弊得失的衡量，他有一个天平，他会做判断，他知道我今天遵守了这个规定，我其实是在保护我自己跟保护我家人，所以我愿意去遵守。那如果他觉得今天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如果他觉得这个目前的情境啊，有点像是在欺负弱小，或者是说是会对他自己不利，或者是对一些弱势团体不利的话，我觉得他也是会直接说出来的人。就是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他也是一个仗义直言的人，他的内心有一个正义感，他有一个天平，所以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然后他的这个能量啊，其实是有一个领导的能量在的。我觉得如果在他的生活中啊，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其实也会去发声，他会去为这种弱小的族群发声，或者是他会用他自己的力量去传达他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是他认为是应该要被去传递的知识。他是一个会去打抱不平的人，对于是非善恶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那同时啊，我觉得他在感情上也是他对你是有占有欲的，他也是希望你对他忠诚的。如果在感情上你们没有忠诚，我觉得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就是天蝎的能量在，他是一个会记仇的人他会很生气，他会就是好像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了，然后我觉得他反弹的这个力量是很强的。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就基本上你好好对他，他一定是会好好的爱护你，你们是可以过得还不错的。但是就是不要去做一些背叛他的事情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对生气起来是会很可怕，就是你真正踩到他的底线。他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爆炸的人，可是如果你真的踩中了他的那个地雷的话，还是会烧得很痛的。好，那这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他有点像是在工作上，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有的人是这种比较好像公众人物吧，会在公开的场合去演讲，或者是说他是很擅长的用他的语言文字来传递知识，来教导别人，或者是他就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那有另外一方面，可能是这个人他是实作能力很好的人，他可以做给你看。这种我觉得不管是用他的言语文字，或是他的动手做，他的脑袋，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可以去传递思想、传递知识的一个人，然后别人会去愿意去倾听他，去跟随他。他可能在他的朋友或是他的这个企业组织中或者是在家庭中，他是属于那种比较领导的角色，别人会愿意去顺服他，别人会愿意去听从他。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的人生他是这种慢慢累积下来的，所以呢，他的人生一定会累积到某一个高度，某一个社经地位，他会达到，他会一步一脚印的去达到那个他的目标。那我觉得在感情上啊，他也是一个，就是他这种类型的人，其实也是一个会有桃花的，就是会有很多桃花的人。因为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要结婚的话，找他就没有错，他会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妻子、好丈夫，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很可靠。那他的这个桃花蛮多的，但是他
不大会去，就是如果他今天有男朋友、有女朋友、有伴侣，他会让自己去陷入这种感情的纠纷。因为刚刚说过，这个人他就是很聪明，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不会因为一时的欢愉或者是一时的那种情绪来啊，酒后好像乱性，就是开始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他知道这件事做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他就会在源头上阻止那样子的事情。他可能会避免自己到一个会让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场合，也会避免一些就是不必要的可能会惹出情感纠纷的那种接触哦。反正我觉得他是一个处理事情有他自己的一个原则的人哦。然后他这边呢，阳性跟阴性的能量都有，但是我觉得阳性的能量又更加强一点了。我们这边有太阳国王，还有骑士牌，然后对，我觉得它的阳性能量比较强。那这边呢，我们还出现了仙女的这个精灵的戒指哦，戒指好，而且是一个童话故事式的这个戒指，我觉得这一张牌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它就真的很童话故事的那种美感。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给你一个很浪漫的婚礼，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没有要举行婚礼的话，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很浪漫的仪式，属于你们两个的特殊的那种仪式，或是特殊的庆祝。对，我觉得这个人在这一方面是会下苦功，会去用心的。他在感情中有浪漫的一面，这个浪漫啊，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我觉得他在感情上，他不是一个特别就知道怎么样去讨另外一半欢心的人，可是他就是一步一脚印，他愿意去学习，他愿意去观察。那有的时候这些招式并不是每一个都很奏效，就是不一定每个都会打中你们的点跟你们的心，可是我觉得你们绝对看得见他的那个努力，我觉得你们会被他的那个态度所感动，不一定是他所送的那个礼物完全合乎你的心意，或者是他跟你说的话你就觉得好安慰，我就是要听这个，而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很棒的，他愿意去尝试，他愿意去看见你，他愿意去理解你，我觉得这个很棒。然后我觉得在牌面上看起来有的人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好像你们曾经已经开过一次花了，就是你们曾经已经有过一段好像互相有表达好感，互相暧昧，或者是说已经在一起的一段时光但是你们过去可能因为一些误会，或者是说距离你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接收到对方的那个心意，对方的爱意，或者是说两个人因为一些误会误解分开了。那我觉得过去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那个时间点也许在你跟他的人生中都不是一个很成熟的那个阶段，就是这个时间点可能不是这么的恰当。他虽然让你们相遇了，可是又因为一些误会，或者是说其他的能量是来到这段关系中，使你们有点分开渐行渐远的感觉。甚至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那个状态因为误会有一点埋怨，有一点互相生气的感觉，有些朋友也是有可是你们两个又蛮奇怪的，虽然是有这种好像互相曾经吵架，互相曾经生气的能量，但是你们又很想要去克服心中的这种情绪，去征服彼此。就是呢，我觉得对他来说，你也不是一个很好去征服的人你就是说要接近你也是需要有一些准备的。如果今天他的态度不是很好，或者他今天呢就是乱糟糟的跑到你面前，我觉得你们也不会接受，就是你们还是希望他拿出该有的态度，然后生活各方面至少把自己都维持在一个可以运营的还不错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没有想要去当那个圣母，就是你们没有想要去拯救别人，对，你们想要的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们想要的是一个成熟的人。那基本上因为过去的那个时机点不对啊，所以有的朋友你们遇到的可能是一个曾经跟你们互有好感、互诉衷情的那个人，然后分开之后啊，我觉得你们各自在自己的人生阶段中好起起伏伏，然后去经历一些事件，去经历一些好像坑坑碰碰的事情哦。然后呢，当你们想要好像休息，就是当你们的人生都已经有了某一个成就，或是说某一个收获，你们想要休息一下，你们好像爬到半山腰之后，想要休息一下，看看美景的时候，突然觉得，我身边的人好像我身边少了一个人的感觉。也许不见得是真的没有那个伴侣，而是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就算有伴侣，你还是给我感觉就是心里有一个缺憾，有一个遗憾，或是你会有一个孤单的感觉，你可能会认为身边的人没有那么懂你。那有的人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在犹豫要不要离开一段关系，这个也有可能。那我觉得你们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啊，他其实蛮希望他再一次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胜利的姿态归来，凯旋归来。如果你们对应到的是旧人的话，他希望在你面前的形象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乎你对他观感的人，他会想要去证明自己，他会想要去展现自己，他其实有那个力量，有那个欲望，想要去表现自己。在你们的面前，他会想要是一只开屏的孔雀吧，他会想要像是太阳一样，可以给人光给人爱，用这个能量去滋养大地，然后去保卫他城堡的那个骑士，以及呢统御文武百官的国王。他希望呢，他是被你们尊重，他是被你们看重，他是被你们需要的。然后啊，我觉得如果你们日后跟这个人共组家庭的话，他不是一个在家庭的观念上很传统的人。这个传统是指说，我觉得这一组你们也有那种就是男男女女的这样子的能量，还有有的人是这一种假设听牌的人是女生的话，女生朋友来听这一组牌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并没有期待说他心中的这个另外一半就要是很传统的，要相夫教子，或者是说就是要听命于他。我觉得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思维，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平衡的人。如果你们今天能力很好的话，他其实会很欣赏你，很佩服你，他不会去打压你，他会觉得你可以去赚钱冲事业，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就算你不擅长家务，就算你不是会好像煮菜那些，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很在意。我觉得他真正在意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那很多东西啊，我觉得现在科技很进步啊，其实就是有很多机器都可以帮忙取代一些家务，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说如果你是女生，他就要你亲力亲为照顾大家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他是那种愿意让你去顺应自己，发挥自己所长的人。那我觉得他没有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他没有要一个传统意义上去牺牲自己照顾公婆照顾家人的这样子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他希望看到的是你们自己会发光，你们在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感觉。那如果来听这一组牌的是男生朋友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他所期待的一个丈夫，他所期待的一个男朋友，不见得是要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赚钱养家，或是说薪水一定要比我高。我觉得他没有，就是他其实
并不在意说你身高比我高或是比我低，你薪水比我高或是比我低，我觉得他都没有关系。他是在意你的一个态度哦，你是不是一个认真上进的人，你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撑起一个家庭的人。然后呢，这个撑起家庭有很多形式，如果你们今天是比较擅长好照顾小孩的，我觉得他其实也是接受男主内女主外的这种形式哦。对，如果这组在听这组牌的是男性朋友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的思想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如果你今天事业很好，你要去打拼，其实也可以。那如果你今天比较擅长的不在这一方面，你想要做比较主内的，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好，我觉得在这一副牌上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家庭观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他并没有这种性别的角色框架，什么性别就应该要去做什么样子的角色扮演，我觉得他是没有的。那我觉得这组牌还有要说的是，你们可以跟这个人有很多好像异国元素的一个好像经验吧，也许这个人他本身就有这种留学游学的那个经验，或是他蛮喜欢看一些外国的影集啊，或是电视游戏什么的之类的，或者是说他很喜欢去旅游。我觉得这一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你跟他在一起会体验这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是说不同的这种国家的人事物的能量。那基本上这个人呢，他就是依照他的信念在过他的生活。他其实是这种脚踏实地，然后愿意一步一步去做的人。他不会说我一下子要跳得很高，跳得很快，忽略了那些打地基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踏实的人。那别人外人看到这个人，觉得他会活得很潇洒、很自在，好像他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达到。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背后是他的那个努力存在的。而他的这个努力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努力跟辛苦画上等号，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在努力的时候，在做事的时候，他是快乐的，因为他的眼前是看着他的目标，他知道他接下来要去的那个方向，以及他的这个努力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果实。很多时候他是为了他所爱的人，为了他的家人去努力，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这个努力并不是一个辛苦，而是一个甜蜜的负担。那我觉得在金钱观上，他是那种就是他觉得够用就好了，他不会想要去牺牲健康，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来去赚那些他可能根本就花不到、花不完的那些财富哦。因为我觉得他会觉得说其实有些人其实是很幸运，他可能一下创业就成功，有很多的这种财富，或是他就出生在富贵之家。但有的时候这个财富它上的幸运不等于人生的幸福，我觉得他这点看得蛮通透的。他想追求的就是一个平衡的人生哦，就是他在物质上是不虞匮乏的，是丰足的，但是他也不要为了好像一直去赚那个物质啊，去赚那个金币啊，而忽略了其他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所以这个人基本上总结就是一个蛮可靠、蛮平衡的人哦。这个能量很舒服，我还蛮喜欢的。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观众朋友，下次影片见咯，拜拜。